比如说 Facebook 的话，这个网站它的一个权重的话非常非常的大。那我们要做的就是在里面去建立一个商业的一个页面。建立商业页面以后的话，它的收入的速度的话会远远的话大于我们自己网站的一个速度。那我们怎么样在里面建立一个商业的一个页面？大家的话可以跟着有风一起来操作一下。首先你需要有一个 Facebook 的一个账号。有了账号以后，我们点击这里有9个点。这里有个页面，我们可以来创建我们自己的一个商业的一个页面。我呢这里有个名字，我们可以来取一下，这是你的一个店名，你可以把它取一下。这里有个分类，如果说你是卖衣服的话，你就搜索一个服装品牌。这里的话你可以搜，比如说我们是服装品牌。这里可以简单描述一下你的一个生意。那如果你不会写的话，我们可以来交给我们的 ChatGPT 的话帮我们写。我给他一段提示语，我说 GPT 帮我写一份 Facebook 的一个页面简介。那我是卖服装的，接下来 Facebook 的话就会帮我们写一个我们的一个简介。那直接等一下我们就可以来调用一下，我们可以复制一下它，因为我们做的是英文，我们需要把它翻译成个英文。当然你在生成的时候可以直接叫 GPT 帮你翻译成英文也可以。我们复制过来，复制了第一批这个翻译软件的话，它翻译出来会更自然一些。复制以后，我们来到这里，把它粘贴进来，它会显示到我们这个位置。这里然后直接点击一个创建页面。这个名字的话可能有重复，可以多加一个字在上面，然后点击一个创建页面。这里可以填上我们的一个联系，也就是我们的网址。我们可以来到我们的 Shopify 首页，把我们的网址的话复制过来。有了网址以后的话，接下来的话，我们可能还需要把我们的一个联系方式搜一个美国电话生成器，生成2个，点击生成，生成好了，我复制一下，粘贴到这里面来。如果你们真的是开店的话，你这个信息的话都必须要真实这个填写。前面的话，你当然你可以选择中国也没有问题，上面是支持我们中国的。这里可以填上你的一个邮箱，也可以填一下你的地理位置，你可以设一下。再设好，点击一个下一步。这里头可以上传一个你的一个头像的一个照片你的这个品牌的一个 logo。我们点击一下这个上传，把我们的 logo 的话传进来。这是我们的一个 logo。这个的话，如果看不清的话，你可以重新改一下。我觉得这里面的一个 logo 图片的话，最好用一个真人的一个照片。因为真人照片的话，看起来的话，可能的话更人性化一点。那有风这里只是案例，那我就直接把我这只小熊的话传进来，能代表你品牌形象的一些图案也没有问题。这里的话可以加上我们的一个封面。封面的话，我们可以用 AI 的话帮我们生成一下。那我用 AI 的话帮我们生成一下。我打个斜杠。我用的是 Midjourney 的话生成照片比较真实。点击第一个 Image Pro， 我们选择一家时尚的男士服装店。比例的话，我们横杠 AR16 9可以发送给他。这样的话，他可以帮我们生成一张我们的一个店铺的一个照片。这里帮我们生成好，我们可以点开来看一下。你觉得第一张好，我们点一下 U1， 然后这个就是这张照片。帮我们生成了4张，我们可以选择一张，然后我们可以增加进来这张照片，我们来看一下。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照片。我们这一个店铺的一个照片。这里设好以后的话，我们直接点击一个下一步。这里的话叫你填上一个 WhatsApp 的一个电话，你可以不填，点击跳过。这里可以增加朋友，我们点击下一步。这个可以把它关上，不用通知，点击一个完成。这样的话，我们的 Facebook 的一个页面的话，那我们这样的话大概的话就已经设置好了。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效果这里。第一次设置好以后的话，我们可以在我们的店铺上面的话增加一个行动的一个号召。我们点击这里增加一个行动的一个号召按钮。我们点击这里有试用我们可以把我们的一个店铺的链接的话加进来。这里比如说有观看、访问组Play 现在购买，我们可以选择这个打开一个 Open 打开一个网站，我们选择它。那如果你电脑上看不到下面这个 Next 按钮的话，你可以按住 Ctrl 键加减号键，可以把我们页面的话放小一点。点击这个下一步。现在我按 Ctrl 下恢复我的一个100%的一个显示。这样呢，把我们的一个首页的一个链接的话复制过来，我们网店的一个首页链接复制过来，点击一个保存。这样的话，我们的行动号召的话，差不多就已经加好了。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在我们的这个页面里面发布一些我们就可以发布一些照片进来。这里的话我们可以点击这里，我们可以发布我们一些产品照片。这里的话我们可以增加照片增加视频都没有问题。我们是卖这个 T 恤的，我们可以把我们的 T 恤的几张照片的话传进来。好，加进来以后的话，我们点击这个发布，上面的话你还可以说两句，那都没有问题。点击一个下一步。这样的话我们的一个相关的信息就发布好了。我建议大家的话，前期的话可以多发布一些与自己品牌相关的一些信息进来。这样的话，别人第一次访问你这个页面的时候的话，他看到的内容的话就比较多，可能的话就感觉比较专业的一个页面。这上面的话有很多菜单，我们不需要，我们可以点击这个 More， 这下面有一个管理一个菜单。我们可以把上面一些，比如说我们这些用品牌不相关的一些东西的话，我们可以把它给去掉，点击一个保存。访客进入我们的这个后门以后的话，他就看不到一些没有用的一些东西。左边你看它就会显示我们的一个电话号码，我们的一个网站的一个链接这里面的话它就可以看得到了。Facebook 的页面建好以后的话，接下来的话我们还需要建立我们的一个 IG， 也就是 Instagram 上面的一个账号。IG 和 Facebook 的话它同属于同一家公司等一下的话他们两个账号的话还可以进行关联，因为他们两个都属于一些社交媒体的一个网站，我们都需要在上面的话创建属于我们自己的一个账号。第一次进来的话，我们可以先来注册一个账号当然我们也可以直接用我们的 Facebook 进行登录，也没有问题当然你也可以重新创建一个账号。我们要创建的一个 Instagram 的一个账号的话，也需要它是一个商业的一个账号我教大家怎么样来进行一个操作。接下来我们来到我们的手机上，我们在我们手机上安装一个 Instagram 的一个 APP， 我们点开，我们来注册一个账号。你要使用这个 Instagram 手机的话，你手机的话需要科学上网才能打开。我们点击最下面中间新建账户，我们可以使用邮箱进行一个注册。我们点击使用邮箱注册，把我们的邮箱的话粘贴进来，点击一个下一步这时候它会向我们邮箱发个验证码，我们手机来搜一下验证码验证码进了324167，然后我们点击下一步。这里的话我们需要来设置一下我们的一个密码密码设好以后，我们点击一个下一步，点击下一步，这里点击保存信息，我们可以点击一个保存以后也可以。这里设置一下我们的一个出生的日期，你可以随便填一个，填好以后点击一个下一步这里设置一下你的一个名字，好，点击一个下一步。这里设置一下你的一个登录账号，点击下一步，这里点击我同意。这里的话我们可以增加一个头像当然我们后面来增加头像也是可以的。我们这里可以先跳过，也可以增加一个头像，先跳过，点击一个继续，这里点击不允许。获取 Facebook 的一个推荐，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可以点击一个继续这时候我们可以点击一个继续。这里的话我们来登录一下我们 Facebook 的一个账号。等一下，因为我们要把我们的 Facebook 账号和我们的一个 IG 账号连接起来点击这个继续。我们这里选择一个验证方式，我们这里选择左边这个发送一个邮件，点击这个继续点击这个继续我们选择继续，它会向我们邮箱里面发个验证码。我们接下来需要把我们的验证码的话填进来验证码已经来了，31169858 31169858，好，点击一个继续。好，这里我们点击一个继续。这样的话，我们的 IG 账号的话就和我们的 Facebook 的账号的话链接到一起了。好，我们点击继续。好，这里选择一个你们的一个生日，一定要一样，这上面我们随便选一个吧。点击一个是完成设置，这里是它问你记住不记住信息，我们可以记住一下。这样的话，我们的一个 IG 账号的话就已经创建好了。我们可以点击右上角这个继续，我们就可以在我们的 IG 里面发布一些你品牌的一些信息。你可以左上角这个 logo 的话，你可以稍微改一下。下面的话，你就可以正常的刷我们的 IG 账户了。接下来我们可以点击我们右下角这个
设置就是最右下角，这里的话你可以完善一下你的主页，增加头像，增加个性签名，那你可以增加一下，把你的品牌信息都加进来。点击右上角这个3条横杠，我们点一下它，这里有个账户类型和工具，我们点一下。我们这一次需要把我们这个账户类型的话切换为一个专业的一个账户，因为只有专业的账户的话，我们才好进行一个商业化的一个操作。点击这个切换为专业的一个账户，点击一个继续，点击一个继续，它下面选择一个你是做什么的，我们可以选择我们是一个服装品牌吧，点击一个完成。这里他问我们是商家吗？我们确实是商家，因为我们做的是一个商家，我们选择第一个。那联系方式的话，你可以填一下，这里也可以点击一个不使用我的联系方式。好，可以绑定一下我们的 Facebook， 我们来绑定一下，我们点击登录 Facebook， 点击一个继续，好，点击这个第一个蓝色的这个。好，接下来可以选择绑定我们的一个 Facebook 的一个主页，因为我们刚才已经建了第一个，比如说温蒂的 shop， 我们选择第一个，它就可以和我们刚刚创建的一个公共主页的话连接起来，点击一个绑定。我的 IG 的话就和我们的一个 Facebook 的账号的话进行了绑定了。再打开我们的一个 IG， 那我们可以右下角就是我的一个。点击右下角这个头像，那这里的话可以进入到我们的一个 Instagram 的一个后台，这里有个专业账户管理界面，那我们可以点一下它，这里的话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些数据分析，比如说我们的一个覆盖的一个账户数，我们的一个粉丝总量，还有下面还有我们可以进行一个广告工具广告的一个投放，下面还有一些回复所以这就是开启商业账户的一个好处。这里有个广告工具，那我们可以来选择推广一些帖子等等。作为商家的话，这个一定要用起来，就是专业账户。接下来的话，我们回到我们的 Shopify 的后台，我们需要把我们 Shopify 的接下来需要把我们 Shopify 连接到我们的 Facebook， 连接到我们的 Instagram 上面的一个账号，进行一个数据共享。因为我们需要在 Facebook 上面投放广告的话，有些数据的话我们是要进行打通的。我们点击这个 APP， 这上面的话我们可以搜索一个 Facebook， 我们需要安装的就是第一个 APP Facebook 和这个 Instagram， 点一下它，点它以后的话，我们可以把它安装进来，点击这个安装，然后这里的话点击一个安装，这里安装好以后的话，我们直接点击这个开始，我们需要设置一下，然后首先的话，我们需要连接到我们 Facebook 一个账号，点击一下连接，点击这个蓝色，我们登录一下。登录好以后的话，我们商业的一些信息的话，我们需要连接。我们刚才是第二个，我们点击第二个连接，这里点击一个允许。这里的话会进行一些数据的一个分享。英文不好的朋友，我们可以在电脑上安装一个沉浸式翻译软件，它可以帮我翻译一下。可以管理我们 Facebook 和 IG 上面的一个数据共享。这里的话，我们选择一个最大限度，那它可以获得尽可能的一个结果。这个设置的话，它会不断的更新我们 Facebook 最新的一个广告技术并与 Facebook 的话共享最多的一个数据数据的话越多，那我们在投放广告的时候的话，可以获得一个更好的一个效果。点击这个保存，这里的话我们可以来创建一个 Meta 的 Pixel。Meta 的 Pixel 是什么东西呢？那如果你不懂，你可以这里有个原业务工具术语，你可以来点开来看一下。它里面有解释的非常的清楚。当然的话，我们也可以直接来问一下 GPT， 我说 Facebook 的 Pixel 是一个什么工具？当然我们也可以问一下我们的一个 GPT， 我说 Facebook 的 Pixel 是一个什么工具？那他说 Pixel 是一个强大的一个分析工具，它可以追踪用户在网站上互动的行为，以及衡量 Facebook 广告的一个活动的一个效果。安装以后的话，这个 Pixel 它能够追踪用户的各种行为比如说页面的一个浏览、表单的一个提交、购买，或者说其他一些相关的一些数据。所以说这个工具的话，我们一定要先了解一下。这里我们可以创建一个新的 Pixel， 这里点击一个确认，这里的话点击我同意，再提交审核就可以了。这里的话可能需要花到10到，这里可能要花20到30秒的一个时间，它正在提交。好，现在的话我们已经设置好了，我们可以在 Facebook 或者是 IG 上面的话直接投放我们的一个广告了。这里的话你可以点击开始设置，那你可以设置一下你的店铺的一些信息。那我们这里就可以直接在 Facebook 或者说 IG 上面的话直接销售我们的一个产品。当然的话，我们主要是在上面投放广告，我们可以这里创建一个广告，那这里点击我接受，点击一个完成。在这里面的话，我们就可以来设置一下广告。首先的话，你需要增加一个付款方式，
等等。感兴趣的小伙伴的话，可以多去了解一下。